这个计划的整个方案叫做产业领航的旗舰计划。那为什么叫产业领航呢？原因很简单哈，我们现在知道整个世界的经济现在转向于需求导向，比较不要重视市场面。那其实市场面比较了解的其实是厂商自己，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希望由厂商自己来决定要做什么。举个例子，我们过去在看计划的时候，我们都比较重视技术本身，所以技术的进步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用量化指标来看。但是需求这件事情很难用量化来看，它比较重视是情境跟效益。那你情境跟效益一开始需要很多的叫脑力激荡 （brainstorming）， 需要让技术整合等等，它需要很多的力量。所以你看到这个案子其实是上一代的4家中小企业在做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样态。其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的时间点啊，就是有一次我去经济部开会。然后在开会的场合，就是会后结束啊，那个工业局长官啊就在跟我聊天，聊说，那个蔡总，我们现在啊，经济部跟科技部啊要推动一个产业升级的创新平台计划。上次他有跟左董聊起来水五金跟手工具，我说对，我说这段时间左董有就是陪同水五金跟手工具的一些经营者做一些分析啊，怎么面对工业4.0啊，一些资讯回馈过来啊。这个案子对我而言，可能不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是代表台湾产业界未来可能会面临的一个缩影。OK， 我举个例子来说，对我们现在的产业的类别，您走到它的每一个工厂来看，它每一个人的人均产值其实是不够高的。什么叫不够高呢？也就是说，它并不足以去聘请更优秀、更优质的人才，所以它必须要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他没有更优秀的人才，他就没有办法再做技术创新，他也因此没有办法继续提升他的附加价值。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他必须要用一些外在的因素去强迫他改变。我以为台湾经过这30多年的经济起飞年代到现在，应该很多的国际化的过程当中，这些企业中小企业的工作环境应该是已经不一样的。可是我很惊讶，就是说他们的环境超出我想象的。就是我看那画面，因为我走进厂房的时候啊，光线并不足。然后呢，我有看到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就是他们是很年长的员工，然后排一整排，没有想到他就做一个手工的东西。他做的时候，我看那个画面，我突然间让我自己有一个很震撼的感觉，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工作环境还有这样的环境，可是他们不是都是做给全世界知名品牌的吗？那我想说，这些企业经营者今天拿的是企业大厂的订单、知名品牌订单，可是是这样的工作环境，我坦白说，我非常的不能接受。在那个当下，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接这个计划，我要当这个计划的主持人，然后我希望这个产业因为这样而改变。但我后来才慢慢发现，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特质，也就是当时我们最后会决定跟我们的总经理提到我要选择这4个伙伴的原因，就是我们几乎在言谈之中都会流露出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把这个产业留在台湾。他们都曾经在台湾这2个产业最兴盛的时候，因为产业需要人力更便宜，然后选择外移过，但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完全离开台湾，他们都有局部的工厂在海外。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心声，他们希望回来台湾，他们认为台湾不能在这场局里面失去，他们必须要一起努力来做到这件事情。基本上，我想我们这个产业的门槛算是很低，很低的原因是，你只要2、3个人就可以开个公司，然后你买的材料之后呢，大概你锻造、各式的加工、包装、出货都有人帮你做，所以要进去很容易。这在台湾叫做这个纯粹的代工。
早期我们都是做代工，那代工的话，可能就是以比较偏生产量为主，然后把量做得很大。那这个产业，我想，因为很久，在台湾也30几年、40年了，那产品的附加价值，大概彼此的竞争，所以也变成不是那么的高。那所以我们在整个产业上头，我们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就是要让它复杂。但是复杂的同时，管理又不容易。我们公司很早就想要自动化，可是那时候的自动化，可能大家会认为的就是说，啊，我就是靠机器然后自动生产。那其实这一次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因为加了一个工业4.0嘛，那工业4.0的话，其实它会考虑到的是有很多包括后端的客户的服务，然后跟整个制造的时候，其实要串联在一起的。我们公司以前一开始有很多跟包括说 ERP 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会是自己写程式。那其实一考虑到机械方面的东西，它必须要跟机械串联的话 ，EMS 的话，这个的话会我们有一点想要自己做，可是又有一点点觉得我们公司的 MIS 的人可能人手跟能力是不足的，然后刚好都加上这一次有上瘾，然后他们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另外我还有一个自己估算哈，可能10年后啊，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越南籍的，还有印尼籍的哈，这些外劳，他们国家进步了，每年的 GDP 你看看越南，都6.8%。那10年以后，你看看这个护士成长以后，他们的所得也跟台湾的薪水可能差不多了，那也会变成跟泰国一样不太来了啊。那时候如果台湾因为自己本国的劳动力缺乏啊，又外籍的这个劳工又断了，那台湾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在1年半前，其实我们都已经开始在进行。刚好在去年的年初，我们设备方面我们都已经进行采购。在去年的年中，刚好听到说经济部工业局有这个计划那我们就希望说借着这个计划来 push 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加入这个计划。因为在这个产业，在80年代客厅就是工厂的时候，慢慢的那个就是当时就是你敢拼就有机会，到这个90年代的时候，做品质的提升，设备的更新，2000年缺工的现象就一直在浮现，所以一些设备改装成那个半自动。来更新，因为在2010年开始呢，那个 AI 的那个智能化的应用呢，在各种产业已经在应用，所以看到这个新的机会。我们在这个产业上头，我们套筒本身的附加价值比较低，那做了自动化之后呢，智能化的之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找那个比较复杂的，我们近似的产品，我们目前做的比较少的产业。那所以这个会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会增加我们的产品项目，会增加一些我们原来认为会花很多人力的这个产品呢，我们透过将来所谓的这个半自动或者机械手来增加我们产品的竞争力。所以我有一天就找他们是4家的大老板，就是经营者都到齐。然后我甚至跟他们讲，其实我是在触探他们的底线跟他的决心，我就说这个计划可能经济部跟科技部他们虽然有这样的计划的预算，可是因为很多人去就是抢食这个计划的大饼的经费。那假设说他们认为水五金跟手工具还好啦，普通啦，然后上影科技也没有水五金跟手工具的经验，然后智慧自动化也上影科技本身也才做2年。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启动这个计划？然后我就问这4家的伙伴说：“那你们的想法怎样？假设今天我们拿不到这个计划，那你们还想要继续做吗？那你愿意自己自费自掏腰包，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吗？那如果经费太少，说不定我觉得没有意义，可能我也没有那个
我那个力量就不够，说不定我也不想做。那他们就会请你转移给可能其他的法人团体去做。那这样你们还继续想做吗？我很惊讶的是，他们跟我异口同声告诉我说：“蔡总，我们是跟着上瘾的，因为我们相信你们，所以即使没有经费，我们也愿意做。那但是要你们带着我们做。”那我就说 OK。对这个2年多的计划，我现在的心情是充满期待耶。因为这段时间的跟他们互动之后啊，我开始有一些就是发现说，我当初下定决心是对的。然后当然后面会有一些困难，比如说可能会面对技术上的困难。然后我觉得技术上的困难就是一边做一边学习。那这技术困难除了说你要从工业2.0到2.5到3.0。到完成3.0之后，甚至要期许以后他们可以迈向4.0这个能量，先把它具备这个基础。其实我觉得要克服的是那个人的部分，可是人的部分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因为就是你要逐渐去做沟通嘛，还有组织文化的改变嘛。那我认为呢，第一个呢，因为推动自动化的时候，它对整个现代化的制造会有比较概念。那我相信，第一个，它工作环境就可以改变。那第二个，它的工作环境改变，再加上我们有些专用机搭配机器人上下料还跟它抛光，我们就会把一般来讲最脏的，尤其是抛光是最脏，把它解决。然后上下料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 routine 的很一般人很单调啦，人家不愿意做的。这2个最重要的因素也帮他解决。那我相信呢，这个产业就会避免到缺工，然后它在高附加的部分又可以留在台湾。那我相信这个产业呢，它会变成高质化的一个产业。所以台湾今天最重要的是，你 focus 在台湾的产业的实体状况，怎么去帮他忙？因为这个产业规模都很小，然后它绝大部分都是外销。不是内有，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内销之常来可以支撑它，所以而且外销都是先进国家，所以这个难度就非常高。但是我觉得说，就是这么样的小这么样的分散，但是这个产业如果可以做得到，台湾其他产业当然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觉得说难，但是它有价值，它也是台湾这个传统制造业的一个最困难的一个典型。上年在做这件事，纯粹是一种心愿。我要证明台湾是可以做到的，台湾是可以朝高附加值去走。我们呢，在写台湾的产业史。